陆长风，你还在做春秋大梦呢？赵金钱，谁让你砸我陆家酒缸的？我砸的怎么了？连猪都不喝的泔水，50万买你这破厂和地皮，别给脸不要脸！长风啊，你大伯病在床上等着钱救命呢，3年没酿出一滴酒，赶紧把合同签了。是啊，长风，你守着这破泥坑有啥用？大娘，50万就让你把祖宗卖了。赵金钱，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你买酒尝是假，想要清泉井的地皮才是真。你想把排污管修到咱们清泉井来，这是断全村人的活路。放屁！老子那是合法扩建。放开赵总！陆长风，你疯了！50万啊，咱们喝西北风嘛！吃干干净净的饭，赚堂堂正正的钱。你家甜蜜素后炖的东西不配叫酒，那叫毒药。我陆家的酒坊剩1块泥也绝不卖给你。好，你有种！你不是吹粮食酒干净吗？下个月初8酒仙大会，全省代理商都会来。我要是让你卖出1滴酒，我照字倒着写。赌就赌，下个月初8见真章。我债赢了你的化学废水，永远滚出青山村。叶太法抠对，连给古法纯粮酒提鞋都不配。老祖宗的手艺，今天该重见天日了。哥，吃口面吧，我妈今天气坏了，下个月比赛赵金钱肯定买通评委，咱们连买粮食的钱都没了。小何，只要这天底下还有人懂酒，真正的纯粮原浆就绝不会败。走，哥带你看个宝贝。哥，这下面怎么这么香？这是什么？这叫泥窖。世人都以为酿酒靠好粮晒，错了，千年要糟万年糟，窖池才是纯粮酒真正的灵魂。这泥坑是100多年前太爷爷亲手挖的，里面培养了极其罕见的微生物群，这叫古造神泥。只要有这4口100年老造，普通红高粱我也能酿出极品原浆。小何，家里还有多少钱？只有380块了，是我这学期的生活费。借给哥，明天去收高粱，记住要最难看最红的那种。收高粱嘞，380块，收500斤土高粱。长风啊，你收红高粱干啥？那皮厚没淀粉，喂猪都不爱吃，我们都准备拿去烧火了。大爷，您只管拿来，别人不要，我要。极品酱香，最忌讳大颗粒改良品种，必须用这种皮厚、丹心极高的红英子，只有它能经得起9蒸8教的残酷折磨，逼出这世上最极致的酱香。生火润粮。陆长风，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人家赵老板都用机器打碎了发酵，你烫整个的高粱，这样发酵到猴年马月去。小何，把小麦和豌豆粉拿过来。1踩4周紧，2踩中间松，3踩表面平如镜。这是机器永远替代不了的手感，只有极其熟练的脚感，才能踩出极其完美的空隙。这脚踩出来的东西能酿酒？大爷，这不是脚汗味儿，踩踏能把天然微生物极其均匀地揉进区块里，等发酵长出黄衣，它就是咱们这坛酒的灵魂。火要猛，气要足，剑气上盖。好香啊！长风这是在蒸什么神仙肉？怎么这么香？这味道跟20年前的茅台镇极其相似啊！这才仅仅是第一步，蒸粮，剩下的就交给百年蓝老窖和时间了。多加点香精，下个月初8，我要陆长风跪在门口求我。赵金钱，你的工业化废水帝国，准备好被彻底碾碎吧！小何，拿铁锹来，开窖。哥，好冲的味道，可是又好好闻。这就叫酒饕，100多年的老糟泥给了它灵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出酒了，哥，咱们出酒了！哥，你疯了？这可是辛辛苦苦出的第1碗酒啊！这叫掐头，酒头里全是甲醛和高积醇，喝了伤神经。赵金钱连酒头都不扔，那是图财害命。真正的宗师只留最纯净的酒心。看花摘酒，酒花如绿豆，清亮透明，经久不散。这说明酒精度完美保持在60度，这就是极品原浆。赵金钱，明天的酒仙大会，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降维打击。赵总，这包装真高端，今年全省销冠非你莫属。哈哈哈，哪里，我这全是用最高科技提纯的。陆长风的泥腿子不敢来了吧？干什么的？
要饭去后门，推个破车想干什么？陆长风，你个小畜生，还真敢来这儿丢人现眼啊！推个破坛子干什么？还不快给赵总跪下认错！大娘，我今天是来参赛的，不是来这里认输的。大家快看啊，这就是著名的酿酒大师，拿个破泥罐子装泔水，就想来酒仙大会砸坛子。这小子是不是疯了？保安呢？赶紧赶出去，别熏坏了咱们的顶级好酒。住手！比的是酒里的乾坤，不是瓶子上的镀金。我看今天谁敢把人赶出去？怎么会是他老人家亲自来了？秦老，国家级品酒太岛亲临了。秦老，您大驾光临，这泥腿子不懂规矩，怕脏您的眼。哼，只要带着酒来，都有资格参赛。哇，好香啊，简直就像在百花丛中一样。赵老板这酒绝对是极品啊！哼，劣质己酸乙醇混合甜蜜素，简直令人作呕。入口顺滑，赵老板，我们订1万箱。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就是工业流水线催生出的怪俑。陆长风，看到没有？连秦老都默认我的酒是顶级的，马上给老子跪下签合同，老子还能赏你一口饭吃。赵金钱，香精勾断的廉价货也敢自称好酒？今天我就撕下你这奸商的画皮，让你看看到底谁才是化学毒药。这是什么味道？为什么闻着醉人却不刺鼻？熟高粱的良香混合着泥土，尾韵竟然透着苹果木的甘甜。这酵香，这纯正的曲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秦老，您当心脚下。小兄弟，快给老朽倒一杯。悬丝不断，挂杯如珠，这是极品原浆才有的粘稠度。找到了，老朽找了30年，这是纯正百年老泥窖的味道。这简直是有生命的艺术品！不可能，秦老，您一定是味觉出问题了，他肯定加了违规添加剂，他的酒是违规有害的物品。哼，赵金钱，你以为全天下人都跟你一样靠香精活着？今天我就彻底撕下你的画皮，让所有人好好看清楚，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化学毒药！大放厥词！我金钱大瘸可是县里重点扶持的名优企业产品，你敢污蔑我？是不是污蔑？一个极其简单的测试就能见分晓。各位，真正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在酿造过程中会自然产生丰富的高级脂肪酸酯，这些物质在高度酒中完美的溶解，让酒液清澈透亮。但是关键的一点来了，高级脂肪酸酯不溶于水，只要我们往真正的纯粮酒里加入清水，降低它的酒精度，这些脂肪酸仁就会迅速析出，变白了！这竟然真的变浑浊了！赵金钱，睁开你的狗眼看看，纯粮的酒加水变浑，这叫浑然天成。而你的酒加水清澈，那是因为你的酒里根本就没有哪怕一滴粮食发酵的酯类，全是用极其廉价的食用酒精，丧尽天良的加上水溶性的化学香精骤断出来的工业废水。这种没有任何活性的死水，
喝了伤肝败胃。你恶毒的把这种化学毒药卖给老百姓，你配做一个酿酒人吗？奸商，黑心的奸商，竟然用酒精香精骗我们！退单，全面封杀金钱酒业！赵老板，你败坏中国白酒的名声，简直罪无可恕！老朽以省酒协会长的名义正式宣布，全省永久封杀金钱酒业一切产品，建议工商部门立刻介入调查。小兄弟，你这酒叫什么名字？秦老，这酒没加一滴水，没用一滴香精，全靠老祖宗的酵泥和双手的汗水熬出来。它叫青山谷。长风大侄子，哎呦，我的好侄子哎！大娘早就看出来你是个干大事的料。赵金钱那种瘪犊子怎么能跟咱们老陆家的祖传手艺比？大娘帮你看着门，外头那些老板开价都到5万一坛了，咱们发财了。大娘，50万的卖场合同我都敢撕，你觉得我会在乎这几万块钱？外面的老板再有钱，我的酒现在也不卖。新酿出来的原浆火气太大，必须入陶坛去火，老熟，最少存放3个月才能入口，这是规矩，谁来也没用。魏董，您怎么亲自来了？你就是陆长风，秦老口中那个酿出极品原浆的绝世天才。年轻人，我就不绕弯子了。你的青山谷名气打出去了，但你这破作坊一天能产几斤酒？我魏氏集团出资1000万，买断青山谷的品牌、配方，以及你后院那4个老窖池，签了字，你就是千万富翁。我会用现代化的不锈钢大罐和速成发酵技术，把青山谷的产量提高1万倍，卖到全国去，这可是你光宗耀祖的机会。魏董，用不锈钢大罐发酵，那叫液态法，酿出来的东西没有酵泥的灵魂，配不上青山谷这3个字。配不上？年轻人，情怀值几个钱？消费者懂什么是酵泥吗？他们只认牌子和包装。1000万买你几斤泥巴，你该烧高香了。抱歉，陆家的酒必须是一粒一粒高粱，一角一角采取，一口一口泥窖酿出来的，不卖配方，不搞工业化。魏董请回吧。陆长风，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以为赢了赵金钱那个宠货，就能在省里的白酒圈立足了？我告诉你，全省所有的玻璃包装厂、纸盒印刷厂都是我魏氏集团的合作伙伴。只要我一句话，你连一个装酒的玻璃瓶、一个包酒的纸盒子都买不到。我倒要看看你酿出再好的酒，用什么装出去卖？用手捧着吗？完了，长风啊，你得罪了魏董，这下咱们真的1分钱都赚不到了。玻璃瓶，真正的极品好酒，什么时候轮到用玻璃瓶来装了？大娘，你根本不懂中国白酒的底蕴。哥，网上现在全是买不到咱们酒的抱怨声。没有瓶子，咱们总不能让客人拿塑料袋来装酒吧？这魏万金太欺负人了。小何，去镇西头，把烧窑的老孙头请过来。老孙头？他那个破砖窑不是早就快倒闭了吗？他只会烧那种最粗糙的土陶罐子，那种罐子连个好看的釉面都没有，又沉又丑，怎么能拿来装咱们的顶级好酒啊？丑不要紧，要的是他能呼吸。长风啊，你找我
我那窑里可烧不出人家那种晶莹剔透的玻璃瓶啊。孙叔，我不要玻璃，我就要您那种最粗糙，连釉都不上的黑皮大陶缸。先给我烧200个，每个装10斤的量。陆长风真是穷疯了，用这种装咸菜的破瓦罐去装极品原浆，这包装送给人都嫌寒酸，他还想卖钱？小何，把我昨天去屠宰场买的猪血端过来，还有生脂灰和新鲜的荷叶。这是什么邪门歪道？这叫血料封坛。玻璃瓶确实好看，但它是不透气的死物。白酒装在玻璃瓶里，味道就彻底停止了生长。而这粗陶罐表面有无数微小的毛细孔，猪血混合生石灰形成的血料，干透之后不仅极其坚固，防虫防潮，而且它具有一种神奇的微透气性。酒液在陶罐里能够透过血料和陶土的微孔，缓慢地与外界的阳气进行极其微弱的接触，这叫做酒在呼吸。在呼吸的过程中，酒液里的辛辣物质会慢慢挥发，香味分子会不断聚合，存上3年，哪怕是最劣质的酒，也能变得绵柔如丝。哼，玻璃瓶，魏万金那个蠢货根本不知道他切断的反而是对白酒最大的伤害。这是最顶级的古法藏酒术啊！只有这种坛子装的酒，买回去藏在地下室，才是真正的越陈越香。玻璃瓶里的酒，放100年还是那个味儿。5万一坛，我出8万，给我留10坛。魏董，青山谷那批血料封坛的陶团酒已经被收藏圈抢起来了。好一个土法子，包装封不住你，我看你没有粮食，拿什么酿酒？去，把青山村周边所有的红高粱全部给我高价买断，一粒都不准留给陆长风。峰哥，出事了！魏万金那个王八蛋，派人把方圆50里内所有的红高粱全收走了，市价1块5一斤，他出3块。现在老乡们家里连1粒高粱种子都没剩下。不仅如此，他还放话给镇上的粮站，谁要是敢把高粱卖给咱们青山村，以后就永远不收他们的粮。这可咋办啊？订单都接了，交不上酒是要赔违约金的。长风，要不咱们用大米或者玉米凑合一下吧，反正发酵出来也是酒。绝对不行！大米酿酒发甜，玉米酿酒发冲，只有皮厚单宁高的红缨子土高粱，才能酿出青山谷那种极其纯正的酵香。偷工减料换粮食，砸的是我陆家100多年的招牌。那咱们去外省买。来不及了，外省的运输成本太高，而且气候不同，高粱的淀粉结构也不一样，酿出来的味道会有偏差。大壮，去大队部摇大喇叭，把全村老少爷们全都叫到打鼓场开会。各位大爷大妈、叔伯兄弟，魏万金断了咱们的粮，想把咱们青山谷憋死，但我陆长风今天告诉大家，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咱们不买他的粮了，咱们自己种。种？九金啊，后山那几百亩地全是贫瘠土，连根像样的草都长不活，怎么种高粱啊？李大爷，土高粱最耐旱，最耐贫瘠，只要有种子，在石头缝里都能扎根。我今天在这里宣布，成立青山酿酒合作社。这张卡里有我卖酒赚来的100万，我把钱全拿出来，给村里修水渠、买农具。只要大家愿意把后山的荒地开垦出来，种上红缨子高粱，你们种多少，我陆长风就以市场价2倍的价格收多少。年底酿出酒来，利润咱们全村人按劳分红。
2倍价格收购，年底还分红！咱们村的破荒地竟然能变成摇钱树！干了！老子这就回去磨锄头，把后山那片荒草全给薅了！算我家一口，长风是个讲信用的好后生，我们信他。峰哥，苗子太弱了，不施肥不行啊！谁说咱们没有肥料？全天下最顶级的天然傩基肥，就在咱们院子里堆着呢。嘿嘿，陆长风，你死定了！这么多发酵废料乱堆，只要我给环保局打个举报电话，说你污染地下水，你就得关门大吉。长风，你盖这棚子干啥？酿酒的地方还不够用？李大爷，这可是宝贝，经过老皂泥发酵的高粱糟，虽然淀粉被抽走了，但里面全是极其丰富的粗蛋白、氨基酸和有益的酵母菌。咱们盖的不是酒棚，是猪圈。去镇上抓200头黑毛土猪仔回来，不用买1粒工业饲料，就用咱们这酒糟拌上后山的野菜和玉米面喂猪。酒糟养出来的猪，吃得好，睡得香，浑身都是腱子肉，一点都不生病，而且肉质带着天然的醇香。那这跟咱们地里高粱不长个有啥关系？猪吃酒糟长肉，那猪拉出来的粪便呢？发酵过的猪粪就是全天下最肥、最不烧根的天然有机肥。把猪粪拉到后山去肥地，高粱绝对长得比人还高。接到群众举报，青山酿酒合作社违规排放工业废料，污染环境，所有人立刻停工接受检查。让你狂，这下封条一贴，看你拿什么酿酒。领导，您尽管查，我们酒坊连一根排污管都没有，哪里来的污染？有人举报你们堆积大量发酵废料，会渗透污染地下水。带我们去后院，请。这哪里是污染企业？这简直是咱们县循环生态农业的标杆示范基地啊！小伙子，你这套酒糟养猪猪粪肥田的模式太先进了，我回去马上给你们申请县里的绿色农业专项补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肯定偷排污了。你这同志是怎么回事？恶意举报，干扰极其优秀的生态企业生产，简直是胡闹！来人，把他带回所里批评教育。玻璃瓶封不死他，断粮断不死他，连环保局都成了他的保护伞。既然硬件搞不死你，那就在最核心的技术上弄死你。找省里最顶尖的商业间谍，给我混进青山村。端午节快到了，他们肯定要大规模治大局。无论用什么办法，把陆长风的智取核心配方给我偷出来。这慢慢酿熟了。长风哥，麦子都粉碎好了，水分也润透了。请问这里是青山酿酒合作社吗？我是省农大生物工程专业的学生，我叫林雪。我们的课题是研究传统发酵工艺，我能不能在你们这里做2个月的社会实践？我不要工钱，管顿饭就行。哎呦，大学生啊！来，咱们这儿正缺人手呢。行啊，既然是大学生，那就留下来好好看，好好学。大壮，给他安排个住处，正好今天端午采区。林雪同学，你也来见识见识老祖宗的智慧。
老板放心，这种农村土作坊能有什么高深的技术？顶多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掐了某种罕见的没制剂。给我3天时间，我把他的底裤都扒出来。采编，收心，起脚要轻，落脚要实。为什么非要用年轻女孩光脚踩？用液压器1秒钟就能压出几百块，压力更均匀。哼，这简直是封建迷信，效率极其低下。现代机器压出来的区块死气沉沉，微生物根本喘不过气。为什么非要用年轻女孩光脚踩？用液压器1秒钟就能压出几百块，压力更均匀。哼，这简直是封建迷信，效率极其低下。现代机器压出来的区块死气沉沉，为什么要少女采区？因为年轻女性的体重轻，踩出来的区块松紧度恰到好处，既能让空气进去，又不会散。更重要的是，人脚上的温度能唤醒沉睡在麦麸里的天然酵母，这每一脚下去，踩的不是麦子，是酒的魂。我看你半夜往里加什么猛料。怎么回事？化验出来了没有？它到底加了什么牌子的糖化酶？什么型号的制化液？魏董，报告出来了，但是我们用气体色辅仪和色阻仪分析了整整3遍，样本里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连1滴工业酶都没有。放屁！这绝不可能！没有化学催化，酵香，它那破麦子能发出那么醇厚的酵香？你查清楚里面的成分到底是什么了吗？查清楚了，样本里检测出了酵母菌、根膜菌、须膜菌等100多种极其复杂的微生物。不仅如此，我们在里面甚至检测到了青山村特有的空气细菌、后山苹果木燃烧残留的微量酚类，甚至还有那些采取女孩汗液中微弱的氨基酸残留。魏董，您还不明白吗？陆长凤根本就没有什么化学配方，他的配方就是青山村那一带独有的空气、水土，就是那几口100多年的老泥坑，甚至是那些内地女孩踩踏踏时的力度和体温，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极其复杂的微型生态系统。它就像一本无字天书。离开青山村那块地，离开那些人，就算我们拥有全世界最顶级的实验室，也绝对复制不出第2坛青山谷。偷不走，我们竟然偷不走一堆泥巴和破麦子！既然偷不走，那就给我毁了它！毁了那几口破泥坑，我看他拿什么发酵！马上联系黑市上的鬼手，给他20万，带上最高浓度的工业消毒梯，今晚就摸进青山村，把那4个100年老窖池给我彻底废了！我要让陆长风的心血变成一堆死泥！老大，是那4个泥坑吗？对，魏老板说了，只要把这3桶毒水倒进去，这4个坑里的活细菌就死绝了，这酒坊就彻底废了。动作快点，掀开盖子，到！谁敢动我陆家的根基？抓贼呀！不好，被发现了！快撤！想跑，没那么容易。找死！狗娘养的，敢来咱们村下毒，
打死这帮畜生！别打，留活口报警。糟了！造孽呀！这群畜生！长风，这可咋办？这你死了，以后酿出来的酒就是酸水了。咱们合作社刚签的那些大订单，拿什么交货呀？怪我没看好门。海哥，实在不行，咱们把里面的泥全挖了，去山上拉点新泥重新填上吧。新黄土填进去，那叫土坑，不叫老窖。老窖泥之所以值钱，是因为里面有100多年繁衍捋出来的独特菌群。换了新泥，至少要再养50年，才能酿出青山谷的味道。那咱们这就眼睁睁看着他死透吗？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没那么容易死。大壮，去杀头猪，把最新鲜的猪血、猪板油全部留下来。小何，去把咱们刚酿出来的那坛最顶级的青山谷原浆搬出来。消毒水杀死了这一片区域的细菌，既然死了，咱们就给它重新接种。把母泥碾碎，掺进营养液里。高度原浆酒既能杀灭杂菌，又能为有益菌菌提供极其完美的醇类环境。活了！真他娘的活了！哥，你这手艺绝了，连死泥都能让你救活。魏万金，你以为用几桶消毒水就能断我的根？老祖宗在土里埋下的100年的骨气，你这辈子都挖不断。防守战打完了，大壮，准备装车，咱们去省城。是时候让魏万金尝尝什么叫真正的血债血偿了。司马斯先生，这款酒是我们魏氏集团结合了西方烈酒萃取技术专门改良的新中式白酒，没有传统白酒那种土味儿，非常顺滑，非常不错。像加了糖浆的伏特加，我们菜团很感兴趣。谁告诉你，中国白酒的底蕴是土味儿？陆长风，你怎么敢来这里？魏董，怕我坏了你的场子，你派人去我酒坊动手脚，想毁我100年老窖。可惜老祖宗的命硬得很，今天我就是来省城跟你算一算这笔账。保安，把这2个闹事的给我轰出去！我看谁敢动！魏老板，今天是国际盲品交流会，只要带着酒来，就都是参赛者。你公然驱赶同行，是怕你们魏氏的酒比不过人家农村的土酒吗？小兄弟，既然带着酒来了，那就直接上盲品台，让全场一起尝尝，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白酒。Oh God. Is this the most primitive winemaking technology in your country? It's like Chinese medicine in an old clay pot. Letting such a crude thing on stage is an offense to our noble taste buds. 斯密斯先生，你觉得你的威士忌在橡木桶里放几年就是高贵？那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埋在黄土里，跨越了100年的华夏九魂？打桩，开坛！好嘞，峰哥。What is this smell? Why is it so intense, yet not at all harsh? 我不信，没有化学催灌剂，不可能产生这么浓的纸香。它这里面肯定加了危险的化学合成物，我们要当场化验。化验？好啊，咱们中国人有最直接的验酒古法。服务员，拿2口大铁锅和火柴来。酒精易燃，水分难燃。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烈火验真金。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高科技。为了掩盖劣质使用食用酒精的味道，你加入了大量的塑化剂和除苦剂。这些化学物质不耐高温，一烧就现了原形。你这是在拿老百姓的安全开玩笑。酒精挥发，留下纯净的酸质和水分，不留任何杂质。这就是纯正的华夏纯粮原浆。Cancel the collaboration! Full divestment! We will never invest in such a 无量的问题企业。是这个味道，一点都没有变啊！是这个味道，一点都没有变啊！孩子，你姓陆，青山村陆家老酒坊的后人。正是。陆家老酒坊第4代传人陆长风。楚董，您这是折煞我了。60年前，那年灾荒，我爹带着年幼的我逃荒到青山村，饿得只剩一口气。是你太爷爷，他把家里最后半碗救命的红高粱煮了，喂给了我们父子。后来他还用这老灶池里酿出的原浆酒退烧，给我爹擦身子退烧，硬生生把我们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我找了你们陆家整整40年，可那年发大水，村子搬迁，我彻底断了线索。今天闻到这熟悉味儿，我就知道一定是恩人的后代来了。魏万金，你敢对我楚天昊恩人的后代动手脚？我要你魏氏集团今天就在省城彻底消失！魏万金，你涉嫌雇人破坏生产经营以及生产销售问题食品，跟我们走一趟吧。长风，这是天阔集团1半的股份和遍布全球的销售渠道。从今天起，青山谷就是我天阔集团唯一指定白酒。我要让全世界都尝尝什么是中国老祖宗留下的神仙酿。楚董，股份我不要，那是您打拼的江山，我只要渠道。我要让青山村的父老乡亲们靠着这片黄土地和老手手艺，堂堂正正的站着，把钱挣了。青山谷这半年订单是真没停过啊！以前谁能想到咱这穷山沟也能出名？这红高粱晒好了，峰哥又能开新窖。你听见没？天上啥动静？
不是车声，是从天上来的。快护着高粱！直升机，真是直升机！都往后退，风太大了。这么大阵仗，找谁的？不像是普通客人啊！哎，别推人！老板，这就是那个叫青山村的地方，那个叫陆长风的酿酒师就在前面的老院子里。真是个落后粗陋的村庄。去，把那个叫陆长风的人叫出来。你就是陆长风，陆先生。打开，看清楚。陆先生，你的青山谷在中国市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们帝国猎球财团决定出资100亿美金，全资收购你的酒坊、配方以及这座后山。100亿美金，这钱能买下多少个青山村啊？收购之后呢？收购之后，我会推平这些泥坑。中国白酒的泥土味儿太重了，不符合国际上流社会的口味。我会从法国运来最顶级的橡木桶，把你的青山谷原浆装进橡木桶里老化，并且改名为东方威士忌。只有披上西方烈酒的外衣，中国酒才有资格摆上欧洲皇室的餐桌。东方威士忌，峰哥，亚瑟先生，中国白酒有着3000年的独立传承，我们的魂在老造的泥土里，在红高粱的血脉里，不需要装进你们的橡木罐，更不需要改名叫什么洋品牌的威士忌。拿着你的钱，带着你的傲慢离开青山村。你太狂妄了。下个月在上海滩将举办10年一度的世界烈酒之巅博览会，全球的顶级品酒师都会到场。既然你不识抬举，那我们就在博览会上监章。我会用我家族珍藏了100年的单一毛芽威士忌，把你的泥土酒彻底压下去。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东方永远酿不出真正的顶级烈酒。随时奉陪。小何，去镇上联系上次的供应商，买1000张最上等的微山湖新鲜大荷叶，再买500匹纯棉的红绸布。咱们今天必须完成红泥蜜料封坛。哥，出事了！慢慢说。不仅是镇上，我打电话问了全省所有包装供应商，他们说，就在昨天，有一个外资背景的皮包公司以10倍的价格买空了全省，甚至周边3个省份所有的优质荷叶和红绸布，全买空。现在市场上连一块巴掌大的红布，一片完整的荷叶都找不到。肯定是那个叫亚瑟的外国老头干的。他知道咱们的青山谷必须用荷叶和红绸打底，再糊上红泥蜜料封坛，他这是要断了咱们封坛的料啊！长风啊，这可咋办？这酒一旦出窖，如果不立刻密封去火，接触空气时间长了，酒里的香气就会跑光。要不咱们去县城买点塑料薄膜或者橡胶塞凑合一下？不行，塑料薄膜不透气，会把酒闷死，产生塑胶味；橡胶塞有异味，一旦用了，青山谷的100年清誉就毁了。这个亚瑟倒是比魏金聪明，知道下手很准。这香气都出来了，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不到24个小时。过了今晚，这批特级原浆的品质就会大折扣。没有荷叶，没有红绸，拿什么来承载红泥蜜料，又能保证微孔透气？怎么有股竹叶香？谁说没有荷叶就封不了坛？老祖宗在深山老林里酿酒的时候，微山湖的荷叶还运不进来呢。峰哥，你想到办法了？大壮，带上村里手脚最麻利的汉子，拿上柴刀和细竹末，跟我进后山。啊，峰哥，咱们去后山干啥？砍竹子做塞子，那也不严实啊。做塞子当然不行，咱们去包竹衣。竹衣？竹子最里面那层薄膜，既能承住红泥蜜料，
又能让酒坛慢慢透气。今天我就让那个外国老头见识见识，什么是中国古法酿酒里的绝密封坛奇术——竹魔封坛。记住，不要嫩竹，也不要枯竹，要选向阳生长、竹节类最长的3年生壮年毛竹，敲起来清脆，才有好竹衣。就它了，罚！都往后站，别让竹子扫着。别急，等他自己倒。峰哥，竹子放倒了。峰哥，这竹衣到底在哪儿啊？看好了，手要稳。这下刀也太准了。开了！别碰，它比纸还薄。真有东西！我的乖乖，这竹子肚子里竟然还长着这么一层皮，这就叫竹衣，也叫竹膜。这是毛竹内部用来输送水分和养分的呼吸膜，它比荷叶更柔韧，透气性比红绸布更好，而且自带竹子清香，能护住坛口。在古代，最顶级的御酒根本不是只靠荷叶封坛，而是用这百里挑一的竹衣。用它封坛，酒液在呼吸老熟的过程中，不仅不会跑味，还能让良香和竹香融合到一起。那还等什么？兄弟们，干活！哎，剥竹衣最忌一个急字，用指腹，别用指甲。明白？轻拿轻放。这玩意儿比抱酒坛还难啊！破边的不要，完整的单独放。这一组又成了30张。峰哥，我这张没破，就按这个手力继续。800多张了，再加把劲儿。够了，马上带回酒房。峰哥，竹衣都带回来了。开坛装酒，慢点，别洒。每坛7分满，留出呼吸的位置。峰哥，这坛高度行不行？可以。上竹膜，第1层贴坛口，第2层错开纹路，第3层压住气孔。竹力要紧，手力要轻。这比扛酒坛还费劲。边缘不能翘，一点风都不能乱进。密将封外口，竹膜守内气，别压中间。峰哥说了，竹膜得会呼吸。第60坛成，最后一遍查裂缝。100坛全封好了，这一关过了。外国老头的封锁没能困住我的酒，反而逼出了咱们老祖宗的最强形态。大壮，去准备卡车，这批酒去火1个月，下个月初出发上海滩。欢迎各位莅临世界烈酒之巅博览会，这里汇聚全球顶级烈酒与品酒大师，各国国宝级烈酒今晚都将在这里亮相。接下来，请关注帝国烈酒财团核心展品。女士们、先生们 This is the crown jewel of Imperial Spirits Century Light. It lay slumbering for 100 years in the oldest oak casks of Scotland. Every drop exudes the noble essence of Western industry and time's perfect union. 太迷人了，这颜色，这包装，简直是艺术品。东方那种泥窖里发酵的粗陋酒，永远达不到这种高度。今天就看那个中国酿酒师敢不敢来了。等等，那是谁？峰哥，到了。稳住坛子，别晃。这地方亮得晃眼，他们都盯着咱们呢，让他们看。My God, how was the security arranged? How did they let in someone pushing old junk? What's in these clay jars? Pickled vegetables? This is such a buzzkill. Mr. Liu, you actually dared to come. 怎么，你那些旧泥罐子没用荷叶封口，酸汤里面的酸汤还没坏掉吗？亚瑟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你们西方的威士忌酿造工艺极其简单，全靠蒸馏提取酒精，然后放在橡木桶里，靠吸取木头的味道来伪装层次感。说白了，你们喝的不是酒的本味，而是木头味。傲慢的中国酿酒师，你懂什么是橡木桶的芬芳吗？我不懂橡木桶，我只懂中国5000年的厚重黄土。
只懂中国农民双脚踩出来的五谷之魂。今天我就用这套你们眼里连粗陋器具都不如的泥罐子，来教教你们什么叫真正的世界第一烈酒。大壮，拿海碗来，上酒。他真打开了！哦，那是什么封口？这是竹衣。竹衣，香出来了。This cellar aroma and the sweet scent of sorghum and bamboo fragrance? Impossible. This is the Chinese ling that combines the fragrance, grain, cellar, and bamboo. 这香气怎么会有层次？啊！我的杯子，我从没闻过这种酒香。只是香气而已。那就别急，先尝。这香气还在变。让开！快让我看看！年轻人，这真的是从这个泥罐子里散发出来的味道。皮埃尔先生，不用怀疑。大壮，给这位大师倒半碗。得嘞。它竟然这么粘稠，不用摇晃就已经挂满碗壁。别被气味骗了。上帝啊！他的手在抖。峰哥，他是不是尝出来了？不是刺痛，是力量。第一层是红大梁，经过烈火蒸鼓后的醇厚甘甜；第二层是老泥窖，赋予它深沉厚重的底子。怎么会这么厚？最后是雨后竹林的清香。奇迹！奇迹！这是赐给人类的液体黄金。这碗酒里有太阳的温度，有大地的脉动，还有生命的呼吸。相比之下，我过去几十年喝的那些所谓顶级洋酒，简直像白开水一样乏味。峰哥，他说咱赢了吧？还没到最后。别急，别急，一人一口，别抢。这珠子的清香是这么和烈酒融合的，太解气了！这才是咱们中国酒该有的样子。Just a little more, please. How dare they? This is far more complex than the Century Light. Enough! Dajang, hold on for a moment. 停下！都给我停下！你喊什么？这是骗局，这绝对是骗人的把戏。没有现代化的蒸馏设备，没有橡木桶的老化，怎么可能酿出这种味道 He must have added prohibited substances. Mr. Arthur, accusations require evidence. I demand the highest level of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al testing. If there is any prohibited additive in this wine, I will make you bear the severest consequences. Fine. If you want to investigate, I will accompany you to the end. 亚瑟先生，既然你非要自证高下，那我就成全你。上仪器。他们真的把检测仪推上来了。科学会让一切把戏现出真相。The testing process will be fully transparent. We will first test the sample of Century Light from the Empire Spirits Consortium. Please watch closely. This is the standard of a top-tier spirit. Century Light 100-year-old whiskey. GCMS analysis initiated. Data is stable. Beginning analysis. 检测报告出炉，亚瑟先生的世纪之光检测结果非常纯净。除乙醇和水外，共检测的香气来源200U桶带来的橡木风味物质以及香草醇。这是一瓶极其标准的西方顶级烈酒。听到了吗？218种风味物质，工业与时间的完美杰作。峰哥，到咱们了。查吧。顺便提醒你们一下，把仪器的阳梁调到最大，免得超载停机。样本2，青山谷中国白酒，开始检测。样本进入分析通道。数据上升速度异常，不对，风柱还在涨。警告，数据超出常规检测范围。这只是机器破差。我提醒过你们了。Switch to high range mode. Reanalyze. Maximum range activated. This isn't ordinary complexity. The saxing volume is too large. It's still computing. How much longer?
Let it finish. This sample cannot be rushed. Analysis complete. This is not a normal peak map. This is impossible. It's like a microcosm. Perhaps it's just too many impurities. Let the experts speak. 检测报告显示，陆长风先生送检的中国白酒中，除了极其纯净乙醇和水，没有发现任何人工化学添加剂，没有添加物。但是我们在这酒里检测出了整整3864种微量风味物，3864种，不可能！世纪之光218种，青山谷接近4000种。这不是一杯酒，这是一个完整的微观生态。这里面有高量发酵形成的比浆类物质，这是烘烤谷物香的来源。还有百年窖泥特有的己酸乙酯体系，这给酒体带来了极深的复合窖香，甚至还有极其罕见的来自竹子内膜的竹叶黄酮特征。原来香气的尾调真的来自竹膜。更不可思议的是，这3000多种物质在酒体内部形成了极其稳定的微观闭环，所以它的层次才会这样完整。其中的小分子多肽和氨基酸让酒体呈现出极高的柔和度、稳定度和回缠长度。峰哥，连机器都认了。Mr. Arthur, compared to this Chinese wine, your century-old whiskey is like a monotonous and boring industrial distilled liquor soaked in a wooden barrel. The heritage of our ancestors fears no scrutiny by science. Industrial distilled liquor? No, this is impossible. A few lumps of clay, a few bamboo leaves. How could they defeat my 100 billion empire? You really lost this time. My empire. Green Mountain Bone wins! 陆先生，我要做青山搞股的欧洲总代理，2000万美金定金，把美洲市场交给我。陆大师，竹膜凤坛技术卖不卖？我们愿意出10亿收购力。各位，安静。大壮，把坛子护好。放心，峰哥。各位，你们的钱买不走中国的酒魂。这酒里有青山村春天的风，夏天的雨，秋天的高粱和冬天的瑞雪。这酒里有中国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与汗水，也有祖祖辈辈守在灶台前、守在教池边的虔诚。你们用冷冰冰的机器和钞票，永远算不出它来自对土地最深的敬畏。青山傲骨不卖专利，不接受外资收购，它永远只属于中国，属于那片生养我们的文黄土地。峰哥，咱回家。陆先生，敬佩。他不要钱，峰哥，咱真把他们打服了。不是打服，是让他们闻见了土地的味道。走，回青山村。爷爷，太爷爷，咱们老陆家的手艺没丢。峰哥，法国那边又来信了，说是欧洲皇室想高薪请您去当首席酿酒顾问，还说能给您封爵位呢。当什么顾问？峰哥，那可是欧洲皇术，外面的金窝银窝哪有咱们这泥窖里的烟火气香啊？还是咱村这口香。这一碗敬青山，敬青山，敬青山。走，大壮，回屋，今晚好好热闹一场。